我们认识有20年了吧？那时候他在那个建筑队搞设计的。她长得也比较漂亮，比我前妻呀漂亮多了。那天可能我爸爸突然间的就进来了，那时候我们就忘了插门了，进来了就逮着我们俩了。我们正在一起呢，哎呀，就甭提了，那是十分的干扰，让他爸爸给逮着了。家里人全都反对，没有不反对的。谁想一姑娘跟一老头打搞对象的？虽然我们在一起生活，也有了小孩了，但是呢，我们还不是那个正规化的，没有结婚证。他的父亲母亲赚的户口本不给。现在愿望就是赶紧取结婚证，你得给孩子一交代，也给我一交代。相识20年，相差27岁，我们的爱情能够得到祝福吗？接下来用掌声来请出这对恋人，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吴志华，67岁，来自北京，职业市营，收入不定；女主人公房心玲，40岁，来自北京，自营，收入不定。来，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您好。您好，67，是的，40，对，大你27岁。对，大27岁。这20年来幸福吗？自己觉得？幸福。您说的这个不正规化或者叫不规范化，指的是没领结婚证是吧？是的。啊，为什么不领呢？领不了。为啥领不了呢？当时呢，就是说经济上不怎么好啊，我的年龄也大了，他的父亲母亲呢都嫌我年龄大，但是我自己认为啊，我年龄不大，为什么呢？我体质特别好，精神也特别好，目标也特别高，我认为我能活108岁。你多高不行啊？你多高？你房子你没有房子，我妈肯定不同意。我告诉你，这个，黄女士哈，40了哈，对，这个20年了是吧？对，也就是说20岁开始就在一起了。20岁的时候没在一起啊。20岁的时候，我那年刚毕业啊，毕业以后卖菜就认识他了。他在那建筑队当队长，然后呢，他就跟这市场来回转悠，就碰见我，然后他就说，你卖菜累不累啊？我说累，怎么不累啊？他说你想不想搞点事业呀？开个商店呀？我说行啊。我说开商店，我念书的时候就想办一商店。您这也太胆大了吧？说来一男同志就跟您说，姑娘，咱开一店，您就跟开去了。不，他岁数那么大，而且他也跟我说，又是教师，又是建筑队长，又是当过会计、统计，他都当过，又口才也挺好的，也有知识。然后我就那时候觉得是一叔叔是吧？对。这后来呢？后来就办起这店来了，开始挺困难的，我一人弄不起来，他就帮着弄。进货没钱那时候，然后他说没钱没要紧，我帮你给拿回一车来。拿回一车钱来？一车货，然后这一车货值5000多块钱，那时候5000多块钱也叫钱。反正甭管任何又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帮着我。那什么时候就从合作伙伴变成了情侣了呢？慢慢的俩人就产生那个感情了，商店里就产生感情了。就商店为你们的爱情提供了土壤哈。对。这个，您那会儿看到人家卖菜的时候就动了歪心思了吧？这好命当央的，怎么其他的卖菜姑娘您不让开店，就这一个您让开了店了呢？不是歪心，是正心。英雄救美女，从古至今就有。您那会儿，我认为我的能力相当的高身体特别的棒。那时候我跟街上玩我街上这么一扫，180个女的，谁也没有她长得漂亮。我认为，这样的好女人应该和她一起创立事业，得给她一事业。而且我不但这样想，我也能做得到。我的体力、我的智慧、我的目标跟人家都不一样，我敢向任何人挑战。那会儿您离婚了吗？还没有。认识多久之后离的婚呢？认识时间不长就离婚了就为他离的婚对吧？不是，离婚还不是我主张离的是人家一脚把我蹬开了，说我又穷又没本事，就说您前妻不要您了。
是的，您孩子应该跟他岁数差不多大吧？跟我一边大。您那会儿这么好的闺女，就没想着介绍给自己儿子？还真是。啊。他要把他儿子呀介绍给我。哦。然后他儿子那时说，我先不搞呢。然后我们俩后来慢慢。就他儿子没看上您？不是没看上，他就不想搞呢，也是有事业心，就是。这你们俩的说法吧？对。看看你妈是怎么说这件事儿的。为什么妈妈就不同意哈？把妈妈那段给放了吧。他说呀，咱俩人开小卖铺的，说给他儿子说，后来他儿子呢，抢着说他那什么，我爸爸搞的对象，干嘛我抢我是？我不跟我爸爸抢对象，就这意思。干后来就跟他俩人就在小卖部买东西，他儿子去了，给他儿子说，他儿子不同意呢，后来他俩人就有感情了，就是。对吧？是的。未来丈母娘说的对吧？对，不是说我儿子我俩人抢，这不是这事儿。我看上他以后啊，是先给我儿子说的啊。我儿子呀，他建立公司，忙于事业，他不搞对象。然后的话呢，我们俩人建立起公司，我们俩人是从无到有。您那什么公司不听说就是一小卖部吗？就是一小卖部啊，有1分钱没有，到价值趁几十万的这么一个商店。这么能干一个人，怎么20年就领不到一结婚证呢？您把这事儿给我说，为什么？我妈不同意呀，我们俩结不了婚，没法结呀。为什么呀？家里就不同意，死活也不同意。就是家里不同意是吧？对。你自己有意见吗？我没意见，我们俩20年的已经产生爱情了。啊，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孩子了吧？有。你们孩子多大了？孩子12岁了。男孩女孩啊？男孩。现在拿不到结婚证的原因在哪儿？不给户口本啊！我妈在这户口本就不给你，你收起来了，锁起来，你上哪儿拿去？他父亲母亲连他都认为你比我大20多岁呢，你再活个3年5年，你该死了，该嗝儿了。我说我还能活41年，这是抬杠。活多少年也不行，你就得写那房产证，非要写他名字。我爸我妈根本就不同意，你假如光我一人同意不成啊？停，乱了！您先别说啊，是，刚才听出点话里话来啊。对。什么房写谁的名儿，怎么回事儿？不是20年了，8年以前这没有钱，现在我们俩奋斗了这么多年了，有钱了，哎，有点钱了，买了一个楼，然后他就买一楼，对，他写他的名。多大面积啊？有60来平米吧。楼房。对。我一买一楼，吓坏我了。楼房对。60多平米的楼房。对。这个写谁的名儿？非要写他名儿。写他的名儿。对。你要写你的名儿。对，不是我妈也不同意，不是，要不然户口本拿不过来。就是如果这房写了你的名儿，你妈就同意你们结婚。对。那这个要求很正常啊。他不同意呀，你说你这大岁数了，咱们风风雨雨过那么多年了，什么困难咱们都经历过来了，这点事儿你还不同意吗？对呀，你为什么不把这房产证写人家的名字呢？我认为美女的特点就是美。我多美，英雄的特点就是英雄。我是他的开山祖，都不会为孩子着想，披荆斩棘前进。遇到任何的经济，我全都去砍去。我是他的城墙，遇到你多争强也不成，结不了婚。我是他的一把伞，遮风避雨，我给他遮风避雨，我一切都能给他。那个咱。开始办商店的时候，又办商店了，什么事都得我去办。不是您别，这房子买房子，就是说您现在不想把这个名字写人家的名字，对吧？那为什么？别说开山斧，别说挡雨伞的事儿了，别说这个了，为什么？我认为我能力高，我跟他完全是合在一起的。不是你能力高和把房本写你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啊？我认为就是说，连房本带楼房，带钱。连我全都是他的，不是你这没有关系。你像那回个开商店吧，那个。就不说商店，就说楼啊。这房子咱们该结婚了，以后要过幸福的日子。他前妻把这所有财产全扒他的名儿去了，我什么都没有。这一个房子，这留一套，这有什么过分吗？你也得给我父母一个名分，是不是？也给我一个名分。你不要光想到你自己怎么着的。这事儿现在等于爸妈也不同意。我父母说了，以前我不同意，现在你们已经有钱了，也能过上好日子了。说只要他把房产证写我的名字，说你们就
过你们的日子吧，反正我们也管不了了。就是父母的意思说，只要房本写你的名字，对，就给你们户口本让你们去办结婚证。对，老吴啊，就写了吧。我是这样认为的，他所需要的我都能给他。我们不要那么多，我们就要房产证写我们的名字。我有一个习惯，我不愿意人说我老了。也不愿意说我没能力。谁也没说你老啊，我一直我都没承认你老。怀疑吗？我要是你老，我都不跟你接触，我都不会跟你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孩子都有了。然后我问他几句话，他一答，你就不为我着想吧？我认为写他没有。这么多年我跟你受了多少苦啊！我说买一个楼，你要求写你的名。你真可以你。我说再买一个，你想想吧。我说再买第二个楼，一个一个说啊，先让老吴说啊。我问他几句话，您问。我说第一个楼写你的名，他说对。我再买第二个楼写谁名，他说还写我的名。接着我就要成立一个公司，这公司呢有一个董事长要掌管一切。我说这公司董事长写什么？他说那也写我的名。那你不给我，你还给你儿子，给你脸，跟你前妻一点是不是？我认为你是不是跟我过日子呀？我倒不是想着给我儿子，我也不是跟他争夺财产。我认为写他没有必要，我就把这事。我生这儿子不是给你生的吗？是不是？我就把这全都包揽了，然后呢，我一定给他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就这意思。别说别的，你赶紧就把这名写在我名下，就弄完了，这房子归我就算完，咱们就以后能取结婚证，能以后往下生活，要不然没法过了这回个，是吗？如果他不写我名的话，我还能跟他过吗？你这20年这感情就不要了？不是，我妈不同意，怎么弄啊？要不然这么小岁数跟了你，我都不怕别人说，我的心白给你了，我的心都，我现在心都碎了。村里都戳我妈机灵鼓，说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呀？他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可是我就非要爱你这个人，非喜欢你，你说怎么弄啊？你说说。就这一个名字的问题，你非得弄那么多事儿出来是怎么着？要求其实也不高。我老想说我的身体特别棒，什么事儿我都给你挡。你说那我这人比较倔，我就这样认识。行，我倔。您是够倔的了啊！您要不倔，也不能把人姑娘就稀里糊涂20年。那时候他会唱歌，会弹琴啊，也教我很多的知识，我都知道。可是说1000到1万，现在咱们要结婚了，你房产证你要写我名，我爸我妈就同意，咱们就成了。行，是不是？那个我们让专家老师给你们指道哈，应该怎么办？来，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说实话，对于吴叔吧，我觉得可以叫你叫吴叔了。其实对于您来讲，我觉得一个女人要叫叔叫老了，人家不爱。吴哥，哎，好，谢谢。你看，叫哥啊。吴先生吧，吴先生吧，我觉得对于吴先生来讲，其实我觉得您未来的媳妇儿要的一点也不过分。说实话，你们这么多年在一块儿，虽说没有领结婚证，但是已经是事实婚姻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事实婚姻上来讲，夫妻双方共同挣的财产。买一栋房子写2个人名或者写1个人名都是可以的。您刚才说了，我既是你的伞，又是你的墙，什么什么都是了。那您作为男人，您大度点，您送他一礼物，这礼物就是这栋房子，这为何不可呢？说这个吴兄不，把自个儿叫大了，把自个儿叫大了。那个老吴，我想问一下，您爱他吗？爱。您想和他结婚吗？想啊。其实真的你们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想象，当年您47岁，她20岁的姑娘能跟您20年，对吧？而且我也能想象风风雨雨呀，还给你生了孩子，世俗的观念、世俗的眼光真的不容易。不就套房子吗？老吴，大度点，大方点，你爱她吗？多给予她一点。而且还有再说，人家写着他名下，又不是他的，还不是您儿子的。其实我想大家没有理解老吴的意思，你就一直认为就是我老当益壮，是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庭遮风避雨，还得奋斗呢，对不对？这个家庭当中，不管是户口本上的第1页，还是房主写我的名，给我带来的是一种荣誉感。不是荣誉感，我认为要一写他的名，我就老了，该死了。是这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这如果户口本上，再或者是房主上写自己老婆或者是儿子的名字，好像我这个父亲就已经老了，我就这样认为的，就迟暮年了，是吧？我就不再在别人心目当中是一个壮年人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认为我是年轻人，就一切有那种交接的感觉。是我问句不该问的话，您认为您跟他之间，您认为谁先死啊？我认为我俩共同死。
不，我跟你说句，你多认为不成？我俩一边大。不是，我跟你说句非常客观的话啊，很多人有着一颗年轻的心态，来促使自己每天都面对朝阳，但客观的事实毕竟是摆在这儿的事情。我知道你内心是不注重财产，只是要证明我还年轻。换一个名字也并不代表你就不是英雄了。但是你这么一不写这个名字的话，倒显得你自己心里有鬼。一个女人跟了你20年，面对所有的唾沫和非议，帮你生了一孩子，背后戳了脊梁骨，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和家里人的反对，她的这份宽容和豁达，这才叫真英雄。你还老计较你当年的那些个事儿，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说，现在正是你恰恰要做出你的作为男人的一种豁达之处。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实践，我走过的路程，我独创了一门理论。你说这个理论是什么呢？保健学。我就爱他这张嘴。有一个人，你就这样。他49岁，刚刚49岁，他浑身是病，指甲盖都软了。然后我问他，我拦您一句啊，这个特别怕别人说您老吧？是的。这个传统医学上面对老年有3大界定，第一爱财，第2怕死，第3喜欢说想当初。您对对。不是，这是科学家研究的，确实是这样。刚才您这个女朋友也说了，你就爱她那张嘴是吧？啊，她死人都能给说活了。哦，您就爱这张嘴。直接回应3位老师。好。您不想把房子的名字写在人家名下的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完了。我的健康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只要我往后一缩活，心态一不好，我想活100岁也活不了。今年67，有可能活3年就死了。就是我这心态呀，一点都不能下来。行，老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把这名字写在那个女方的名下，您的心态就马上就不好了。我认为写他没有必要，什么事儿我都挡了。那你就一人过去吧，你甭跟我过了，你还跟你前妻过去吧，你跟你那俩儿子过去，甭跟我过。你跟我过干嘛呀？我这么多，我就20年，我就算白什么了。不说了，我白把心都掏给你了。我问您3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吧？对，这承认吗？承认。万一有一天，不该说这个话哈。万一有一天，您比他早走了，这房子在您的名下，很好，您提的问题很好。这房子给谁呢？我避开您这问题不答。不是答这个问题。不行，就是答。不行。你看看别人就这样。您让我说一句话，然后再答行吗？您就答我的问题。不行，我非得说一句话。行，您说一句。在场的这么多人，谁敢跟我挑战？您就即使从今天开始，您长生不老，您也不是个爷们儿。那我也要当个爷们儿。就是在您的指导下，我也要当个爷们儿。您就告诉我这个吧。不是，您身体非常好，没问题啊。咱们比如说交通意外有没有可能？没有。您基本属于算了，这话再说就说中了。答我这问题，这么说吧，你怕不怕他跑喽？不怕，真的啊。知道我跑不了。行，他知道我跑不了，行，知道了。那不一定。问第3个问题哈这个房本上写你的名字和写他的名字，您认为最大的区别在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说，别人要认为我健康，我就勇猛前进；要一认为我不健康，这个房本上写谁的名字跟健康怎么有关系呢？他要一写他的名字，就认为他能行了，我不能行了。我们俩经常争竞这问题。行，您这个心态挺好的。说白了就是极其怕死。对，就是你看吧，贪财怕死嘛，怕死的要命。想当初他就怕提这字儿。我看您这心态不是特别好。我随便说一个小法律问题哈，咱们分享一下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遗产你没有立遗嘱，这房子他只能拿1/2。不说那个，我不是跟他争夺财产。对，不争夺。你把这个听完啊，听完别着急。好的。他拿1/2，你那3个儿子分剩下来的1/2，就1/2里面1人有1/3。我跟您说这是什么事儿呢？您可能不愿意想这个事儿。但是对于人家来说，人家会想，我20年了，我跟你这么多，我也需要有个生活保障。
对吧？那我这生活保障从哪儿来呢？这想法你觉得他过分吗？这个倒是不过分，但是跟我这理论发生冲突。您什么理论啊？就健康的理论。我现在明白这个大哥这健康理论是指什么了。房子写我的名字，我能活100，不是这意思吗？你留着吧，女朋友跑了，反正你也不怕。跟我们这么说没关系，一会儿就见丈母娘了，我看您怎么跟丈母娘说。来，咱们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来，咱们把老母亲请上来。您今年多大？冒昧的问。 62了。啊？62。62。嗯。就是说这个67，您这62啊。您同意他们俩结婚吗？不同意。但是他们俩不是已经生活了20年了吗？20年我也不同意。他们不是也有孩子了吗？你们都有外孙了吗？有孩子也不同意。那您打算让他们怎么办呢？把那楼给我闺女。啊，就把那个楼房写您闺女的名字。对。您就同意。啊。就当算了是吧？嗯。啊。他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啊。那就给他个名分就得了。啊，过了那么多年了，给个名分就得了。嗯。这20年您过得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哈。对不起我妈，我跟你说实在的。人家都戳我进去骨呢。说什么呀？说你看你们家姑爷多大岁数了？我都没敢说。嗯。我怎么说呀？嗯。一开始买菜，他天天去，天天勾引我闺女去。嗯。我闺女多不容易，你说？对，确实不容易。嗯。行了，未来的丈母娘啊来了，您说吧，这事儿我们也不好说呀。你得给我闺女那座楼，你不给我闺女那座楼还得写我闺女的名下。嗯，就那楼房，60平的楼房，说白了不是一栋楼。那我就是倔，我老想不过来。就是这不是你倔，你跟妈说呀。说这一个楼写您闺女呢，第2个楼呢，第3个楼呢，这楼买完了，我说话就创建一公司。这董事长写谁呀？我同样的问您闺女，我也问您。我什么都能挡了，写谁都一样。那你就甭结婚了，那你就不要那个户口本户口本就不给你了。我户口本也要，楼也要。楼不是要，就是我认为很健康。那你们就甭结婚了。我就认为我很健康。不是你这写房本和健康有什么关系啊？你不给楼你就甭结婚。好，这个您家谁来了呀？我姐姐。弟妹怎么样啊？弟妹挺好的。您坐着说吧。没事儿啊，这一家人身体都好，喜欢吗？我喜欢，他都喜欢我弟弟，我能不喜欢吗？啊，对，那您觉得您这弟弟这事儿做的对吗？做的合适吗？我弟弟就有点拧啊，心眼儿挺好的，挺善良的，就是跟我们都拧着呢，有几个姐姐都拧啊。他这老三老舅了，那你给他做工作呀，要不然这领不了结婚证，人真走了怎么办呀？我做工作我也说他也说不服他，那怎么办呀？那他俩就什么吧，看他们俩的吧。行吧，您坐吧，谢谢啊，都向着您。您给一明确说法，是不是说只要楼房的名字不写您闺女的，您这一辈子都不同意他们结婚？不同意。你跟你妈现在是想在一处了，是吧？嗯，不是，那我也离不开他。您应该这样说：你要是不把房子给我，我就嫁给别人。而且我还让孩子跟别人姓，这房子哪来啊？你信吗？而且你还得走，还不能跟他在一块住，你还得把女孩一起接走，他要看不让他看，看他怎么办？你比我还歹毒这样。我就得歹毒点儿。你们俩平常这男人已经非常自私了，自私到极点了。不要一杠子打翻啊！什么叫？我说这个男人，我别跟那儿气我妈了，你就好好就说就同意就算完了。要不然您不就一房产证的事儿吗？写我们家的事儿。让老人家坐一下，好吧？来，坐会儿，咱坐着。就跟了您20年，现在人就一个要求，房子写我的名儿，您就不愿意写。你有没有想过，你俩如果没有领到结婚证，对你的儿子来讲是多么大的耻辱？12年了没有给他证过名，你想不想给你儿子证明啊？你想不想让你儿子一直在背后，别人还搓你儿子脊梁骨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未来怎么办啊？我们都不说钱，只说孩子要不要名分的问题。您连这个都不想，您只管将来也就是给儿子的。您只管这房子有没有写您的名儿。您这样做，我会觉得你太自私了。这个女人，你说她图你什么呀？20年前你啥都没有，还离了婚，她还跟着你，现在无非就是要一个人家需要过门了，一个彩礼。20年前，爱他，跟他在一起。20年后，他那么自私，
离开他一段时间，让他自己过日子。不行，我们俩离不开，就是他那自私也离不开。那离不开你就别要那房了。不成，我妈不那没事儿，那也不成。你不是20年了吗？那也你再这么过20年啊，他不是说还能活40年，你就跟他活40年呗。你同意了吧？现在我也没法办。你有什么没法办的呀？你那房子写谁名下的？我还想给他多些点，还创造点。人家不要，人家就要那个。你现在是我母亲的问题，不是现在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我没给你提出别的问题了。现在我母亲说，你们俩生活20年了，以前你们没有能力，20年以后孩子也有了，你们也能有能力买楼。哎呦，这闺女要没出息，真没办法，你知道吗？我妈也就同意了。你别别扭了，黄金玲同学啊。这个男人有什么好啊？你离开他，你看他怎么办？离开我还会回去的，我这就是跟他这么多年有感情。你让他乖巧，你再回去也行啊。他这对象跟你有关系，你有责任的。老吴啊，同意了算了，你真给咱们男人长脸了你。你同意了算了吧。我就是转不过这弯儿来。我告诉你，这个周老师就是做这个婚姻介绍的，他可以找几个都可以买房子，一大把。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倔不愣登。世间有这么一个道理，江山易改。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你媳妇儿给说走了，就是把你们俩说黄了，就是我的想法。你行不行？你同意吗？我就把你俩说黄了，我就坚决让他走掉。那个可不同意。那你怎么办？如果我把你媳妇儿说走了，你怎么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得慢慢往后转，现在还没转过来呢。那行，那我把他先说走了，您再慢慢转行。我们在20年的共同奋斗当中，他包含了我，我包含了他，他溶解了我，我溶解了他，我们2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人了。老吴这么说吧，老吴啊，有人20年亿万资产，大半个地球都买了，做善事都捐了几10个亿了。您这20年不就弄一店吗？我根本不，我说行吗？别说了，要命啊这！您行吗？您行吗？不行吧？你这20年弄什么了呀？还特成功呢？我看不见得吧。我觉得您这一辈子最成功的，就这个。咱身体是好，对吧？身体好也有突然犯病的时候，都有。人食五谷杂粮啊，谁能没病啊？所以像立遗嘱啊，什么东西，它不算一个什么咒人的事儿，别那封建老传统。其三，你就站在人家角度想一想，跟了你20年，那边家里面就觉得没保障，你把那房子给了，他是他自己要保障吗？咱说白了，他就不担心他这儿子，你们第3个儿子那俩哥来争这套房子，争这个财产吗？人就要这么点东西都不给，所以现场那么多人说你不是男人。有一女生说话我特生气，说这老吴，你看你们男人真有脸，弄得我们都没脸。说完了，自己想。你呀，欲擒故纵，你懂吧？他已经征服我的心了，我有什么辙呀？你说这么多年了，有那么多的感。你来这儿干嘛呀？那你就别要那房子，彻底被征服不就完了吗？黄金60秒，你们表表态吧，来。我表态，我用一个歌来表态。我唱一首歌，表达我对他的爱情。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我在那20年前就爱上了你。山上的格桑花多么美丽，我想摘一朵亲手送给你。亲爱的精灵，我爱你，我愿意走进你，和你在一起。亲爱的精灵，我爱你，生生世世为你付出一切，我也愿意。生生世世为你付出一切，我也愿意。专家也好，主持人也好，您请上一个67岁的人，跟我同样的同手同脚了，同手同脚，上台同手同脚，还别了，大哥来，老吴，
咱们风风雨雨遇到那么多事儿，咱们都经历过了，也都闯过来了。我希望咱们以后事业辉煌，共同往前，创造美好的人生。那我听您母亲的话，您听明白了吗？没有。太真是刚说出你这，哎呀，我听您母亲的话，写在你的名下。好。亮啊！感谢专家，感谢电视。别，赶紧坐着，别感谢。感谢主持人。那个同意把房本写人家名下了。同意。我跟您说啊，您看现在好多老人，70多、80多，都有您这风采，长寿那是一定的，家庭幸福才能长寿，对不对？那个，我还想给表演表演。您给我搬了一大高凳，跟我胳膊这个一边高，我这腿嗖一举上去，他还能抻，然后劈叉，劈跟肩膀一边高，您这腿，我这肩膀借您，您来，然后不是您来，我这肩膀借您，您来，肩膀不行，您这肩膀别，我这扛得住。你看这张嘴，可能说了这张嘴。行，知道您身体好，同意写了是吧？我同意写。来，过来啊。该怎么叫怎么叫，把这事儿说清楚。该鞠躬，虽然那个年龄比人大，辈分小啊。娘，我同意写。不是，同意写什么呀？娘，我同意把楼房本的名字写在黄金陵的上面。没完呢啊！这你得跟人家提亲呢，说这20多年怎么着了，你得把这事儿都说全乎了。我歌唱完了，我俩已经融化了。这丈母娘没早就求了，以前来，不是现在求的。求一下。娘，我向您的女儿求爱，请您同意我们结婚，您给我们户口本，让我们取结婚证。同意给吗？同意了。来，过来，站这儿啊！来。他跟你求过婚吗？求过。啊，求过。再来啊！今天当着妈的面，这就算名正言顺了啊！谢谢，来，谢谢你们。黄金陵，我爱你，请你跟我结婚。戴完了戒指要接吻啊！戴上吧。你可以不接受，可以不接受。不是那首，得抻一会儿的。这是。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啊！吴大哥，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年轻人，他们要是订了婚，我是年轻人啊，他们要是订了婚，他们会拥抱啊、接吻啊，因为他们高兴。对，我也可以亲一下。我们无所不敢，无所不能。感谢金立智能手机E系列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礼物。谢谢主持人。真写啊，真写啊，是写了在里面，牵手吧，拉着手。你说他们20年都没名字，今天终于给他们个名字。谢谢主持人，谢谢中央电视台，谢谢各位专家，谢谢大家。老吴特棒啊，老吴特棒，老吴，人得服老。天津电视台这都说错了，回去吧，好好过日子。是，祝你们幸福啊！是，谢谢大家。这边。看起来好像很物质、很现实哈，但是实际20年来的这个情感是实实在在的。其实，在爱情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还真要替对方多考虑，摸准了对方的脉搏，一切都好办。我们希望这样一对恋人能够走得幸福，希望当他们领了结婚证之后，能够比现在活得更开心。我们要祝福这对情侣，同时我们也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如果在情感当中碰到了困惑，如果你想通过一次旅行来拉近你和他之间的关系，那么第4届中国重庆江津七夕东方爱情节将为你提供这样一个完美的爱情之旅。
只要大家关注，来拨打爱情保卫战的热线电话，并且到百合网去报名，报名热线是4000299520，就有机会获得免费畅游重庆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可以和你的他拉近距离。最后要感谢金立智能手机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